咁上一集呢，我哋 Watch Catalog 介紹咗價錢親民嘅瑞士牌子 AirDots 啦，自己都喺製作 video 嘅時候呢買咗一隻，依家開心使用緊嘅。而呢一集呢，將會集中火力介紹一下 AirDots 嘅潛水錶啦，包括封面所見到嘅，而亦都係 AirDots 近年最好賣嘅一隻1000米深潛 Neptunian， 同場亦都借咗 Rolex 嘅一隻 Sea Dweller 啦，價錢足足相差接近10倍啊！咁即管睇下佢哋嘅分別喺邊一度啦。另外仲有 Neptunian 呢嘅系列新款300米嘅 42mm， 最後仲有經典嘅 Skydiver 系列新款呢，回歸翻一個復古嘅風格 38mm 嘅。咁先講第一隻先啦，亦都係 AirDots 好好賣嘅一個款式，因為只要你聽到呢一隻嘅定價呢，就會明白點解會咁好賣啦。1000米嘅深潛啦，老實講，其實真係唔係好多牌子有呢個能力出嘅，加上呢瑞士牌子，少之又少，就算有呢，我哋睇過最平可能都講緊3萬幾起跳啦，即係知名嗰啲我哋講。Seiko 其實都有嘅，不過日本牌子啦，呢隻 AirDots 都叫做一個百年瑞士嘅牌子啦，整體做工都幾紮實，應該要有嘅一啲基本規格呢，通通都有晒噶啦，例如 ceramic 嘅 bezel 嘅 insert 啦 ，sapphire glass 啦 ，helium escape valve 啦，潛水錶應該有嘅一個鋼帶嗰個微調啦，超強夜光 X1 嘅一個級別啦。咁樣加埋晒個定價都只不過係港幣12500蚊啫，加上成個顏色呢，好多個選擇嘅，當中 Watch Catalog 呢，只係揀咗其中嘅2隻顏色啫，咁分別就係黑圈漸變橙色面啦，同埋黑面綠圈嘅。我自己就好中意一個漸變色嘅，好有呢深海望上翻水面嘅嗰個感覺。老實講呢，自己之前呢都唔算好深入了解 AirDots 嘅，直到我知道呢一隻1000米深潛嘅呢個款式啦，竟然可以賣到咁抵玩、咁親民嘅價錢，自己都唔敢相信，亦都難怪啦，成為 AirDots 近排最好賣嘅一個款式、一個系列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就唔係話好多牌子都有出1000米啊，咁不如借一隻 Rolex Sea Dweller 嚟比拼一下啦。1967年啱啱推出嘅時候呢，就得610米防水嘅啫，咁去到1978年呢，先至 upgrade 到依家嘅1220米防水嘅。而我手上嘅呢一隻呢，係50週年嘅版本啦 ，Reference 126600嘅43mm啦。2023年最新個定價呢，就係港幣103200蚊嘅，所以比啱啱嘅呢一隻 AirDots 呢，貴足接近10倍嘅價錢嘅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比拼一下潛水錶嘅王者，以及一個親民抵玩嘅代表啦。嗱，戴翻頭盔先啊！以下嘅比拼呢，其實只係一啲外觀上嘅細節啫。咁啊，價錢嘅高低呢，其實就好多手錶以外嘅一啲因素嘅。咁例如牌子個高低啦，嗰個 QC 嗰個程度去到邊啦，After Sale 啦，Advertising 啊，Packaging 呢，咁等等呢，都會影響個價錢嘅。咁 AirDots 嘅呢一隻呢，就44mm 啦，316L 嘅鋼。Rolex 嘅呢就43mm 904L 嘅鋼啦，好多人會問904鋼呢其實係咪好啲嘅？咁老實講個答案係好啲嘅，因為呢生產嘅過程呢亦都難啲啦。咁啊904鋼呢亦都係比較硬啦，所以就比較難花一啲嘅。有啲人就話904鋼呢會光澤一啲嘅，可能係啦。咁但係 Rolex 嘅錶呢多數都係拉絲紋為主啦，咁所以呢個問題呢就唔算話好明顯嘅。兩隻錶呢都係陶瓷圈嘅一個 insert 啦，不過 Rolex 就有強調嗰啲刻度呢同埋個數字係鍍上咗一個 platinum 嘅一個白金啦 platinum。咁 AirDots 呢方面呢就冇特別去 mention 到，冇提供到嘅。咁嗰個圈嘅話呢 AirDots 就60格啦 ，Rolex 嘅話呢就做到120格嘅。咁 AirDots 嘅話就1000米啦，1000米防水。Rolex 嘅話就1220米防水嘅，兩隻呢都配備咗 helium escape valve 噶啦。咁個框方面呢 AirDots 就比較簡單嘅一個旋入式啦，就簡單啲。Rolex 嗰個做工就好紮實嘅，即係扭出嚟嘅話呢，你會覺得好舒服嘅，更加會有一個額外嘅防水膠圈喺呢度呢，你會見到。咁而 AirDots 用嘅夜光呢，就係一個 Superluminova X1、X1 啦嘅最高級別。Rolex 呢方面呢，就冇特別提及到啦。咁呢個就係嗰個夜光嘅效果啦。大家又覺得邊一個勁啲呢？邊一個光啲呢？咁啊底蓋方面呢 AirDots 反而有一個羅馬海神嘅 engraving，Rolex 就一貫作風啦 ，less is more，滑捋捋嘅，乜都冇。
咁機芯當然有分別啦，SW200通用機芯同埋 Rolex 嘅一個自家機芯嘅分別啦，加上 Rolex 呢個機芯呢，亦都有一個 chronometer 嘅認證嘅。咁啊，單睇呢啲呢都唔夠嘅，不如行動升級，攞出一個 2X 嘅微距鏡啦，放大嚟再比較一下唔同嘅細節同埋做工啦。比較就睇晒啦，總會有啲人話啊，有咩好比呢？價錢爭咁多，就係爭得多先至值得比啊嘛！大家去衡量翻，到底1萬元呢個定價係超值啊，定係10萬元呢個定價過高呢？咁當然啦，如果論硬件配置嘅話呢，Rolex 一定贏晒噶啦。咁但係當用微距鏡放大嚟睇嘅話呢，個做工上呢，好似未有壓倒性嘅優勢。喺呢度呢，主要就 Rolex 個啤數做工呢，真係好完美。另外就係秒針中間嗰個位置啦，呢個位置呢，其實極難做得好嘅。咁其餘大部分位置呢 AirDots 已經有好唔錯嘅表現啦。咁因此呢，如果日常佩戴嘅話呢，AirDots 呢個價錢提供到1000米嘅防水呢，絕對係十分之吸引嘅。咁畢竟呢，唔係個個人都捨得買一隻10萬蚊嘅錶噶嘛。咁而另外呢，總會有啲人就問啦，啊，究竟邊個會潛水潛到1000米啊？喺呢度呢，其實我想提出嘅話呢，如果嗰隻1000米呢唔係太厚、太重或者太貴嘅話呢，咁買1000米梗係理所當然啦，等於嗰個安全係數極高啫嘛。點解唔好呢？我個人嘅一個親身體驗啦，就係依家啲 smartphone 呢都話自己咩 IP68嘅防水啦，個意思即係話可以喺水入邊6米深。用到6米深內啦，用到30分鐘嘅。咁你又敢唔敢咁樣做呢？老實講，我嗰一日呢，就係唔記得咗放咗喺個泳褲袋啦，跳咗落個 BB 池喎，係 BB 池喎，可能半米都冇，或者得30 cm 嘅水深嘅咯。咁我當時已經覺得啊，出事啦，1-2分鐘後發現啊，係個電話喺個袋度喎，即刻攞翻出水面啦。成件事個事後呢，個電話張 SIM 卡槽呢，同埋個 GPS 壞咗啦。就等於有一日呢，如果個手機個廠話俾你知啦，依家啲電話呢可以潛到300米噶啦，咁我肯定呢，水上樂園又好，泳池都好呢，唔會再有人用防水袋噶啦。如果覺得44mm 都太大隻嘅話呢， Neptunian 呢除咗1000米之外呢，今年最新推出咗42mm 添，成個 size 呢更加舒適。不過潛水個深度呢，就去翻基本嘅一個300米啦，亦都冇咗 Helium X 嘅 Valve 嘅機芯，同1000米唔同嘅係 Calibre 808啦，就 LJP G100嘅一個機芯嚟嘅。其實呢個機芯呢，就同2824啊 SW200 呢就相容嘅，只不過佢唔係 ETA 同埋 Sellita 呢個牌子，而係另一間瑞士機芯嘅一個牌子嘅。咁依家呢，其實就 Under Citizen Group 嘅。反而呢個 G100 嘅機芯呢，就有68小時嘅動力儲備，相比呢2824呢得38小時嘅啫，所以呢，開始越嚟越多錶廠呢都慢慢用佢哋嘅機芯噶啦。咁我自己手腕就唔粗嘅，咁自問呢隻300米呢就比較適合我多啲。顏色方面呢，又係超多選擇嘅，咁當中呢，第一時間吸引到我哋嘅呢，反而就係呢一個白圈冰藍面嘅，同埋呢一個綠色圈綠色漸變面嘅，所以就借咗呢兩隻翻嚟介紹下啦。因為相對呢啲大牌子好少會出白色嘅圈嘅，咁加埋呢一個叫做冰藍啦，叫做冰藍嘅面啦，成件事好靚嘅，好夏天。更加重要就係呢。成隻錶呢，女士我諗都應該幾中意呢個顏色，佢又唔係話太大隻，又唔係話太厚，上手個感覺呢，其實都幾唔錯。值得讚嘅就係個錶帶呢，用咗一個雙向式嘅接扣。咁我唔係話讚佢一個雙向式嘅接扣，而係佢嗰個 extension 呢，一邊有 extension 呢都唔夠。原來呢，每邊扣呢都有一個 extension 嘅，兩邊都有呢個 extension 呢，真係比較少見，值得一讚啊！喂，你話唔係，42mm 都仲係好大隻，放心，仲有一個38mm 嘅選擇。咁 Skydiver 系列入邊最新嘅一個款式啦，反而回歸翻一個復古嘅設計風格，
咁 Skydiver 咧其實就1969年已經推出啦，而最新呢個款呢，就參照翻1973年第二代嘅一個設計。咁但係老實講咧，我就唔覺得有咩咁似1973年嘅，反而新款呢一個呢，更加之精緻添，特別是嗰啲 index 嗰個設計啦，用咗兩節式。同埋視覺上呢，好似兩個 graphic 搭埋咗一齊，反而成件事我覺得更加復古喎。加埋呢一個凸面嘅藍寶石玻璃啦，嗰個令到個折射呢非常之獨特啦。呢個視覺好中意呢一種波波面啊，我哋叫做咁啊。陶瓷圈呢，就雖然就耐用，不過呢，如果用翻個鋁圈呢，可能成個復古味呢就更加之強烈。一樣都係300米嘅防水啦，機芯呢其實就同翻1000米嘅嗰一隻都一樣 SW200 嘅。個標底呢有一個散兵嘅圖案啦，因為 Skydiver 啊嘛，咁所以 AirDots 呢基本上都包含晒海陸空嘅呢個領域噶啦。其實呢個款呢，就同時出咗 42mm 同 38mm 嘅，只不過我哋就揀咗 38mm 做一個介紹啫。因為復古嘅呢個設計風格呢，好似跟翻呢個 38mm 呢，比較適合翻亞洲人嘅一個手腕。錶帶設計呢，其實就同頭先300米相若啦，一樣有兩邊嘅 extension。咁呢個系列另一個特色呢，就係配備咗好多皮帶嘅一個選擇嘅。而全部皮帶咧都用晒快拆噶啦，咁啊大部分款式咧都額外跟多一條皮帶嘅。咁另外咧，其實仲有好多顏色嘅選擇啦，喺呢度都不能盡錄，可以去翻官網嗰度睇一睇。女士們都值得留意嘅，因為有好多款呢，其實就針對女士而出嘅啲顏色，我個人呢都覺得幾靚嘅，特別是係呢隻粉紅色漸變添。咁啊，同場加映埋最後呢個 CO1 嘅系列啦，都算係近年一條新嘅戰線，特別係2018年推出嘅一個 Carbon 款啦。一直都好缺貨，想借嚟拍呢，基本上都借唔到，暫時只得一隻舊款呢可以拍一拍。咁呢一隻呢，我就唔特別深入介紹啦，主要想講一個特別嘅 feature，就係 CO1 系列入邊呢。只要有陶瓷圈嘅話呢，咁就成嚿都係陶瓷噶啦。你會見到兩邊都係陶瓷嘅，就唔係平時嗰啲陶瓷嘅 insert 啦。咁大家留意一下呢，坊間90%嘅潛水錶呢，其實都係陶瓷嘅 insert 嘅。咁另外好快介紹一下 CO1 嘅呢個系列啦。其實就 AirDots 喺2006年呢開始成為 Class 1 World Powerboat Championship 嘅一個官方計時單位而推出嘅。咁所以呢，所有嘅手錶個錶盤呢，呢個系列入邊呢，都會有一個一致嘅。咁整體嚟講呢，成個系列嗰個設計風格呢，都係以硬朗為主啦。亦都預告一下呢，其實 Carbon 嘅版本呢，將會喺今年呢有一個新款嘅。我之前其實都睇過藍色嗰隻嘅實物，藍色 Carbon 嗰隻嘅。咁啊實物呢，真係幾靚嘅。希望有機會之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啊，講下，原來條片都超過10分鐘。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先啦。深入了解咗 AirDots 嘅一啲潛水錶系列當中呢，萬元級別嘅呢個深潛呢，確實係有啲驚喜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去到銅鑼灣 Sogo 嘅瑞聯錶行睇一睇實物，因為呢款式都比較齊全一啲，可以感受到一個咩嘅質感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 呢，都不妨訂閱一下我哋，有你哋嘅支持呢，先至令到 WatchCat Vlog 可以製作更加多嘅影片。仲未睇上一集 AirDots 嘅話呢，都可以重溫一下嘅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